给你100万，离开我儿子。阿姨，您不要误会。200万。面前的女人打断我的话，直接伸出2根手指。那我还解释什么呀？一咬牙，您放心，我一定跟傅怀安断得干干净净。做梦也没想到，被恶婆婆拿钱甩到脸上，让我离开她儿子的戏码会上演到我身上。不过面前的女人不是我婆婆，她只是我老板的母亲，而我跟她的儿子，在我看来，只是纯洁的老板跟雇员的关系。也不知道他拿钱砸过多少女人的脸，所以不多我这一个吧。谁听到200万不眼馋啊？揣着巨额银行卡，我像只怀着蛋的老母鸡，紧张兴奋，一颗颤抖的心无处安放。从公司楼下的咖啡厅回到工位上，稍稍平复下心情，总觉得得做点什么才能对得起这庞然200万。那就先把傅怀安的联系方式删干净吧，毕竟我答应阿姨断干净的。删除微信好友，轻轻几步操作，换来一笔巨款，我这是金手指吧？我还在抱着手机窃喜，就见一只骨节分明的手轻敲我的桌子。我顺着这只漂亮的手，仰头望见一张英俊无比的脸。傅怀安，他怎么来了？我去见4周的同事都在盯着电脑，拼命认真的工作。可是为什么他们的耳朵好像都外翻着？都在偷听吗？这也难怪，这么大公司，老总突然降临，肯定引起关注啊。我乖乖站起来，做小伏低状。傅总，我就看了一小会儿手机，以后再也不敢了。傅怀安不说话，周身笼罩着一层低气压，目光沉沉地看着我。我真的只看了几分钟。当然我不会告诉他，我刚才请假半个小时出去跟他母亲会面。傅怀安紧抿着唇，很久才开口：苏沁，为什么把我删了？嘎，我才把他删了2分钟，他就知道了。他身上安探测雷达了吗？关键我俩从没聊过天啊。傅总，您怎么？我问你，为什么把我删了？傅怀安的声音依旧低沉，还好似夹杂了一丝委屈。傅总，我小声地提醒他，这样说话容易引起同事们误会啊。跟我出来，他转身向外走，走了几步，侧头对我的顶头上司说：苏沁下午带薪休假。老张忙点头答应，然后诧异地看向我，用嘴型问我什么关系。我用嘴型回他：木有关系。走出办公室，傅怀安已经站在走廊里等我，长身玉立，很给人压迫感。傅总，我小心地走上前，他没说话，径直往前走，我只好跟上，一直跟着他到了总裁办公室。好家伙，我一基层员工，竟然有机会置身富丽堂皇的总裁办公室，人生头一遭啊！我还在好奇地四处打量，坐在办公桌后的傅怀安又问我一遍：苏沁，你为什么把我删了？老板这是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性格呀，难不成头一次被人删，自尊心受不了？可是我不能告诉他我拿钱删人的事。傅总，我就恰好清理了一下微信好友，把从没聊过天的朋友都删了。他的神色明显放松一些，怀疑地问：真的只是清理好友，不是故意删我？确定？他手指抵着唇边，抿唇一笑，语气轻松地说：怪我，从没在微信上找你说过话。我瞪大眼：再加回来吧，我以后每天找你聊天。说着，傅怀安已经把他的2维码举到我面前，我2只眼睛瞪得更大，后知后觉地捂了捂口袋里的银行卡。为什么？我觉得他想要远离我。傅总，这不合适，我后退2步。之前同意您的好友申请，我并不知道你是谁，现在我知道了，断然不可再加回去了。为什么？傅怀安不解地看着我。我有时有些工作心得，不太适合让领导看见。我怯怯地说：你上班时间发的朋友圈我都看过了，打油诗写得很好，我都能背过了。我虎躯一震，没想到傅怀安有模有样地背起来。锄禾日当午，上班真辛苦，闲得没事干，不如斗地主。老板，
我错了，我苦着脸哀求。傅怀安将手机往我面前一推，加回来，否则写个2万字检讨给我。不对，200万字，还200万字。你以为我是写长篇小说的吗？感情我这文笔1个字值1块钱啊！加傅怀安好友是件很莫名其妙的事情，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同意了一条好友申请，然后他就在我的通讯录里躺尸了。当然，我今天才知道他没有躺尸，而是一直是奸我的状态。直到有一天，科长在小组群里转发了一张大领导的微信截图，传达工作要求。我看着大领导的头像，觉得很是眼熟，翻了翻自己的通讯录，发现那个头像的昵称叫 HA。 之前我还寻思这人是个乐天派，连名字都取作哈，结果一想到大老板的名讳，才顿悟这是淮安的拼音简写。当时我就觉得头顶发麻，第一反应是删了自己10几条吐槽工作的朋友圈。发那些朋友圈的时候，我已经有意屏蔽了科里的领导，没想到却没防住大 boss。 可是我更没想到，大 boss 不但看了我的朋友圈，还背过了。当领导的人都是这么天赋异禀吗？2万字的检讨我可以编出来，200万字恕我无能，所以我只能硬着头皮把傅怀安加回来。傅怀安手指点着手机，明显心情很好，笑得像个1.85米的傻子。我看你给我什么备注？他忽然探头过来，我猝不及防地想捂住手机，奈何他探头速度过快。地主家的傻小子，他抽了抽嘴角，看着我，有些难以置信。我欲哭无泪，老板，我其实想打地主2个字，后面是输入法推荐的，您相信吗？他抿着唇，手机拿来，我乖乖递过去。他戳了几下，递过来，他的备注已经换成淮安2个字，瞎了我的狗眼吧？我的心像我的手一样颤抖不停。不准改，他虎视眈眈地看着我，否则扣你全勤。我刹住颤抖的手，放弃挣扎。现在陪我去喝下午茶。他拿起架子上的风衣，无比自然地牵过我的手。我吓得蹦出去1.22米。他望了望空了的手，有些窘迫。对不起，我有点着急了。哈，我越来越搞不清状况了。我知道你很困惑，我慢慢解释给你听。他笑得和煦。虽然刚才跟老板母亲已经吃饱喝足，但是为了弄清真相，我还是跟着老板来到了茶餐厅。他把菜单递给我，我摆摆手，给我杯果汁就行。餐厅很高档，可我刚才就是在这里拿了钱，很吃一顿，这会儿实在吃不下了。苹果汁，他打量着我。我欢喜点头。他唇角一勾，果然。又给我整糊涂了，什么叫果然？我吸溜着果汁，等他开口。苏沁，你还记得5年前你给过一个男孩一个红苹果吗？傅怀安期盼地看着我，怎么不问我5年前的今天吃了什么饭？我嬉皮笑脸地回答。不过说完，看到傅怀安失落的表情，我又有点于心不忍了。可我真的不记得他说的红苹果过往了。我这个人打小爱啃苹果，基本到哪里包里都会装着苹果，散出去的苹果多了去了。他叹了口气，却又勉强弯出一个笑来。我早该猜到你把我忘了，这1年来我在你面前故意出现了那么多次，你都没正眼看过我。天地良心，我不是没正眼看您，是没脸看你呀。每次遇上公司领导，我都会为我磨的洋工感到羞惭，所以从来都是绕道走。我心虚的嘿嘿，副总，我这人心大，确实不记得有这么一段了，要不您帮我回忆下。傅怀安陷入了回忆。我上大1的时候，你应该上大3了吧？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没让家里人送我，买了便宜的船票。可是那晚我晕船晕得厉害，你是不是差点掉进海里？我把你就上来了。我想象着英雄救美的画面。傅怀安笑笑，在午后阳光下，好看的晃眼，你给了我一个红苹果。我有些泄气，就一个苹果，
你记到现在呀？那是我吃过最甜的苹果，见过笑脸最甜的女孩。傅怀安含情脉脉地看着我，看得我有些无所适从。你不会因为一个苹果就要以身相许吧？我难以置信地问。可以吗？苏沁，傅怀安微探着身体，含笑看我，眼里充满期待。傅总，你太夸张了。你如果喜欢苹果，我可以送你一筐，大可不必把这点小事挂在心上。我连连摆手。傅怀安坐回去，苦笑一下。你知道吗？从那以后，我一直都在找你，可是偌大的校园，我竟然一次也没遇见过你。后来我终于见到你了，却马上要出国学习。这时候追求你，对你不负责。我打听到你的手机号，却一直没有勇气拨出。后来我试着用这个手机号加你的微信，没想到竟然通过了。更神奇的是，我接管家里的公司以后，发现你竟然在这里上班。苏沁，你说我们是不是特别有缘？是孽缘吧？我费尽千辛万苦面试进的公司，小学弟毕业后直接接管。人跟人的差距比人跟狗的差距还大呀，扎不扎心？目测副学弟情窦初开，还满脑子浪漫想法。可我已经在社会上摸爬滚打3年了，我清楚地知道，天上掉的馅饼不如兜里的银行卡靠谱。这次会话，我以不喜欢弟弟明确拒绝了傅怀安。我以为他会知难而退，没想到当天晚上就收到了他的微信。苏沁，我在应酬完回家的路上，你睡了吗？睡了。那希望你能梦到我。小弟弟挺会撩吗？撩的母胎单身的我有点心动，是怎么回事？强迫自己不要想，却翻来覆去睡不着。第二天顶着黑眼圈上班，一进办公室立马被同事围住，纷纷让我解释跟傅总的关系。我打着哈哈，哪有什么关系？我玩手机被老板逮住了，找我训话呢。没想到老张笑眯眯地走过来，小苏啊，还藏着呢。今早傅总来给你送花，我们都看到了。花？什么花？我看向我的工位，发现一束偌大的玫瑰花，还有一盒包装精致的苹果。小苏啊，之前我不知道你跟傅总的关系，对你要求严格了些，还望你大人不计小人过。老张笑着说。张头，您说什么呢？我想你们一定是误会了，我跟傅总什么关系都没有。如果身边的人都误会我跟傅怀安的关系，他妈妈是不是就会来要回银行卡？这是万万不能发生的事情啊！花束跟苹果礼盒都很大，我抉择了一下，抱起花束朝总裁办公室走去。刚到门前，孙秘书笑脸相迎。苏小姐，傅总交代过，如果您来找他，可以直接进去等。他去开会了。我从花丛中探出头，那我站在门口等吧。这是您送傅总的花吗？你们两个感情真好啊，孙秘书感叹道。要不是空不出手，真想扶额叹息。孙秘书，傅总去哪开会了？就在这边的会议室。孙秘书伸手一指。我向会议室走近，隐约听见傅怀安的声音，透过玻璃窄缝看到他正在台上讲演，屏幕连着他的手机，正在演示公司规划。我计上心来，将花放在一边，给他发了一条微信，也没发什么内容，就是一张比较暴露的美女靓照。我垫着脚向里看，想看看傅怀安对于我如此不知分寸的表现是多么的恼怒，然后对我多么的失望，进而放弃不切实际的想法。图片跳出来的一瞬间，整个会议室都寂静了，所有人望向傅怀安。傅怀安眉头一皱，然后抬头俯视台下，现在都清醒了吧？那我们继续。刚才还昏昏欲睡的人，现在全都打起了12分精神。就这么化腐朽为神奇了吗？我欲哭无泪，因为我看到了他给我的备注，苏沁是我的苹果宝贝。我的微信昵称是苏沁是苹果宝贝，没想到他给加上了我的2个字，太让人羞涩了。会议结束了，
我抱着花站在旁边等，忽然一道熟悉的声音：苏沁，果然是你呀！我一抬头，竟然是我的部门领导吴经理。他一喊，所有人都看过来，纷纷附和，这就是副总的苹果宝贝啊！我是谁？我在哪？我在干什么？吴经理很是骄傲地向大家介绍，苏沁是我们部门的骨干员工。刚才副总微信弹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眼熟，果然。小苏，来给副总送花呀！我还想解释，傅怀安已经走到跟前，他温柔地看向我，不是让你在办公室等吗？众人的眼神更加暧昧了，然后又都很懂事地离开了。跟我来，傅怀安揽着我的肩膀向办公室走。苏沁，我没想到你给了我这么大的惊喜。傅怀安的语气透着笑意。我给你发了那么暴露的照片，你是不是很生气？我试图引导他。我很开心，我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就可以聊如此亲近的话题。我是在你开会的时候发给你的，我继续提醒他。这样全公司的人都知道你是我的女人了。傅怀安笑的嘴角都弯起来，这绝对是个阴谋，我一定是被整蛊了。苏沁，你要清醒，眼前的男人要长相有长相，要家世有家世，要学历有学历，不是你这样平凡的女子能沾染的。傅怀安还在沾沾自喜地说着，苏沁，中午一起吃饭吧，有家餐厅我很早就想和你一起去了。我将玫瑰花束往前一推，决绝地说，还给你玫瑰，对不起。傅怀安眼里的光灭了，我不忍看，转头就走。他一把抓住我的手腕，苏沁，给我个理由，别说你不接受弟弟，我看你朋友圈里追了好几个弟弟天团，我不比他们差。副总，我追星是因为我喜欢追求美好的事物，可是不代表我要与他们一起生活。你不比他们差，说实话，你比我追的大多数弟弟都要出色，就是因为如此，我没有办法答应你，因为我太平凡。说到最后，我竟有些哽咽。谁能想到，平时大大咧咧的苏沁，竟然也有自卑的一面，而承认自己心底的自卑，好心酸啊！我跑回办公室，眼睛鼓胀发涩，撇着嘴拆开精致的苹果礼盒，咬一口，果然甜脆清香。他想吃什么苹果吃不到啊，根本没必要对我的苹果念念不忘。等哪一天他认识到这个真相，我会变成最大的笑话。所以苏沁，坚守住。咔嚓咔嚓咔嚓，一上午我把8个苹果全都送进了肚子，后果就是胃疼到直接昏厥，被送进医院。医院人满为患，送我来医院的同事又因为紧急事情回了公司。我坐在走廊椅子上，一边挂水，一边捂着胃，大汗淋漓。忽然一双黑色的皮鞋出现在我的视野里，我还没抬起头，面前的人已经蹲下。傅怀安仰视着我，一只大手轻抚到我的额头，帮我拭去虚汗，心疼地开口，为什么不照顾好自己？如果这个时候有人对我说，苏沁，你要快点恢复啊，苏沁，别担心，胃炎很快能好，我会乐哈哈地说，放心，我没事。可是现在傅怀安问我为什么不照顾好自己，我感觉心底被揉得一团糟，皱皱的，潮潮的，小嘴一撇，眼泪毫无预兆地流下来。傅怀安手忙脚乱一通，才将我的眼泪擦干。见我终于不再流泪，他静静地看着我，大手温柔地将我垂落的头发拢到耳后。我紧张得不敢动，眨巴着泪眼看他，小脸哭得像个红苹果。他轻戳了下我的脸颊，我羞得将脸转向一侧。苏沁，他轻轻地叫我。干嘛？我没好气地说。我腿蹲麻了。他可怜兮兮地看着我，我忍不住扑哧笑出声，伸出没扎针的那只手去拉他。他攥住我的手，却没借我的劲，缓缓站起来，直到坐在我身边，依旧没有松开我的手。我不自在地往回抽了抽，他才不舍得放开。
手有点凉，是不是冷了？他看向我，说话时有些微气息打在我的脖颈，很让人心慌。还好，不冷，我嘴硬道。傅怀安笑着摇摇头，直接脱下西装外套披在我身上。我还想挣扎，他已经伸出一只胳膊将我揽住。姐姐，别动。他目视前方，并不看我，声音像呢喃，蛊惑人心。我侧头看他，他侧脸轮廓分明，却因着一丝笑，显得并不凌厉，十分赏心悦目。累了就睡会儿，我给你看着针。他放在我肩头的手轻轻拍打。昨晚就没睡好，我确实又困又累，枕着他的肩膀，安心的睡着了。等我醒来的时候，窗外已经暮色沉沉。醒了？他贴着我的耳问。我轻轻嗯了声，不好意思地从他的肩头离开。手上的针已经取走，我试图将西服还给他。穿着吧，外面起风了。他站起来，活动了下手脚。我是不是很沉？我红着脸问。不沉，轻得像只小猫。他勾唇一笑，笑得我不敢看他。傅怀安的帅是全公司公认的事实。他执掌公司1年多，也许是太过年轻，为了增强威慑力，大家印象中的傅怀安一向不苟言笑，浑身气场清冷。在昨天以前，我从没见他笑过，可是这2天却多次看到他古人的笑容。听人说，不总笑的人笑起来会格外好看，何况傅怀安本就长着一张无可挑剔的脸。他的笑里有与生俱来的金贵，有身居高位的自持，又有年轻男孩的阳光干净。说实话，看到这样的笑，不心动很难。我咬咬下唇，提醒自己不要陷进去。今天给你添麻烦了，我说着客套话。不麻烦，能跟你共度一个下午，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他含笑说。你别这么说。我脸红的低下头。那我就先回家了。我送你。不用，我赶忙拒绝。现在是下班时间，不好打车，况且我不放心让你一个人走。他认真地看着我。好吧，谢谢，我现在确实觉得身体有些发虚，便不再推辞。窗外霓虹灯已经亮起，我安安静静坐在副驾驶，车里放着温柔的音乐，车子走走停停，初春的甜风吹拂到人脸上，像温柔的吻。我这个人对爱情向来没有概念，也谈不上憧憬，头脑里却有一幅具体的婚姻场景。丈夫在拥挤的马路上平稳地驾着车，妻子在副驾驶上安心地捧着手机追剧。外界喧嚣吵闹，车里却有一方自在，没有轰轰烈烈，日子像时光一样静静流淌，两个人都很舒服。我情不自禁地偷偷打量傅怀安，他专心地看着前方，不急不恼。见我看他，并不戳破，只是勾起一个淡淡的笑。说起来，他小了我2岁，但是我总能从他身上感受到一股阅尽千帆的从容，还有对生活的积极进取。他将车缓缓停到路边，让我等他一会儿。过了几分钟，他拎着几个打包盒回来，继续开车，直到车子停在我家楼下，他将打包盒递给我。给你买了些粥，不知道你喜欢什么口味的，就多买了几种。太浪费了，我咕哝道。嫌浪费，我可以吃你剩下的，不过那样你就得请我上去坐坐了。他又笑。我一把抢过打包盒，嚷了一声谢谢啦，就慌慌张张地上楼。他在我身后笑得爽朗，慢点跑，小心脚下。关上门，我握着打包盒倚在门板上，心跳不止。这个弟弟太撩了，撩得姐姐脸红心跳啊。好不容易抑制住心跳，将包裹打开，发现都是养胃粥，还有几个清爽的小菜。弟弟真贴心。我喝了一份，将剩下的放进冰箱，准备明天做早餐。临睡前，出于礼貌给傅怀安发了条微信，粥很好喝，你到家了吧？他回复得很快，我还在你家楼下。我拉开窗帘向楼下望去，见傅怀安正倚在车边，抬头看向我。我拿出手机打字，
你怎么还没走？他低头，一会儿新消息发过来，刚才不舍得走，看你一眼就走了。然后他向我挥挥手，上了车。望着他远去的车灯，我捂着胸口喘不上气来。完了，今晚又要失眠了。自从傅怀安送我回家，我们两个的关系好像不知不觉中产生了微妙的变化。在公司里遇见，我不再像个缩头乌龟躲着他走，他看向我，眼里有流光，我便咧嘴朝他笑。擦肩而过时，他的手臂轻动，等回到工位，我的口袋里多了一块巧克力，我还攥着巧克力傻笑。他的消息弹出来，今日份的甜。我颤抖着手打下字，谢谢小鱼，害羞大鱼。不用谢，我已经收到回礼。你的笑。哦，我红着脸趴在桌子上，半天缓不过来。这个春天，我这颗万年无波的心怎么这么躁动呀？每晚傅怀安都会给我发微信，有时候汇报他的行程，有时候问我在做什么，有时候只是单单2个字，想你。要命的是，发消息的时候他喜欢叫我姐姐，每次看到这2个字都叫我心颤。有天他问我，姐姐，当年你给的苹果叫什么名字？好怀念那个味道啊，就是最普通的红富士啊。可能因为我常年吃苹果，所以知道什么样的更好吃。什么样的呢？那种长在树梢上的，晒的阳光最多，接受的风吹雨打也最多，外表可能不光滑，却最是甘甜。姐姐懂得好多，她配了个乖巧的表情，萌得我一颗心要化掉。第二天一大早，我从我的水果篓里选了一颗最红的苹果，趁大家还没来，悄悄放到总裁办公室门口的写字台上。我知道他总是第一个到。那天的我简直无心工作，一直等着他夸我，却迟迟等不到他的消息。终于到了下午，他突然带着秘书降临我们科室。听老张汇报工作的时候，他装作无意地看向我，目光相撞的时候，我赶忙低下头不敢看他。不过他只待了10几分钟就离开了。晚上他很晚才发消息给我，姐姐，你的苹果好甜，是记忆中的味道。我还以为你没看到。看到了，想发消息给你，可是更想亲眼看看你，所以就趁视察工作的时候顺便来看我了吗？是专门去看姐姐的，顺便工作。我抱着手机砸在床上，不行了，这个弟弟太会了，姐姐血糖控制不住了。缓了半天，我矫情的回，看我还要那么费劲啊，我们昨天才碰到。我要去国外出差，接下来半个月见不到姐姐了。这样啊，想到接下来半个月见不到傅怀安，为什么会有种怅然若失的感觉？这种认知蹦出来的瞬间，吓了我一跳。什么时候我对傅怀安的感觉这么炽烈了？傅怀安不在公司的日子，我简直失去了去上班的动力。一想到今天又见不到他，会觉得时间有点难熬。好在每天晚上，无论他忙到多晚，都会给我发消息。这种被挂在心上的感觉，实实在在的叫我心动。他回来的前一天晚上，问我姐姐在干什么。我抽出忙着换衣服的手，故作平静的打字，没干什么呀。忽然他打过视频电话来，这是我们2个第一次视频。我颤抖着手点开，对面的傅怀安明显刚洗漱完，头发半湿，有几缕乖乖地垂在额前，跟他平日吹起的霸总发型完全不一样。身上穿着白色浴袍，漂亮的锁骨若隐若现，看得我心虚。他看着我笑，声音黏黏的，姐姐。这是自打医院那次以后，他第一次亲口喊出来姐姐。之前只看他打字就已经干掉我半条命，听他喊出来，我差点站不稳。他的声音原本就低沉悦耳，如今齿间缠绕，叫人听出绵绵情意，难以抗拒。我羞红了脸。姐姐的裙子好漂亮，她嘴角噙着笑，明天穿给我看好不好？我将脸挪出手机，喜不自胜。挑了一晚上衣服，好像效果不错。乖乖，
姐姐的裙子就是想给你看的。姐姐，她又唤我。我将脸挪回去，看到她双手托着下巴趴在床上，奶萌奶萌的，这哪是冷若冰霜的副总啊？怎么了？我故作镇定。你明天来机场接我好不好？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不知道去接机会不会太不矜持。就穿着这条裙子，她直勾勾地看着我，满眼期待，好吗？这样又会聊又无辜的弟弟，姐姐实在拒绝不了，羞涩地点头，好。早上出门前，我在镜子前捯饬了半天，才不太自信地前往公司。结果刚进门就被老张盯着看了半天。小苏，有约会呀？他张着大嘴问。你咋知道？平时穿的比我还爷们，今天这身我都不好意思看了。老张摸着下巴淫笑。那你还看？我摇摆着走向座位。小苏，没想到老张追过来。又咋了？作为过来人，我跟你说，不管是约会还是见公婆，你这身都能打。真的呀？我笑开花。对了，老张，我下午请假呀，这假必须准。下午我早早到机场等待，盯着航班表，简直坐立难安。不知道一会儿要怎么迎接傅怀安，跑着奔向他，扑到他怀里。不行不行，太狂野了。含情脉脉地看着他，柔柔地喊声怀安。不行不行，太肉麻了。脑子里上演了无数个场景，终于等到傅怀安的航班落地了。我垫着脚向里看，眼尖地看到他挺拔的身姿。他还没看到我，我又向前走了几步，结果从他后面跑过来一个女孩，那女孩追上他，亲昵地挽起他的胳膊，将身体倾向他。傅怀安并不排斥，还宠溺地摸摸他的头，笑着跟他说了几句话，两个人一起往外走。我的大脑像被雷劈了一样，稀巴烂。这就是故事真相了吧？我果然是跳梁小丑，还以为自己是灰姑娘遇上王子了呢。不是早就提醒自己要冷静吗？怎么这么不禁忽悠？太丢脸了。傅怀安导演这场戏图什么呀？我就一普通的不能更普通的平凡女孩，现在他该笑破肚皮了吧？我不知道最后是怎么跑出机场打车回家的，只知道到家的时候哭得太狠，睫毛膏跟粉糊了一脸，越看越像个小丑。没想到傅怀安还给我发消息，姐姐，你不是要来接我的吗？我隐约看到一个浅绿色裙子背影，是你吗？姐姐为什么不回复？还回复？因为没能当面被你嘲笑，所以游戏不够尽兴吗？我模糊着泪眼将他拉进黑名单。你的游戏我不陪你玩了。哭累了，我埋在枕头里睡着了。迷迷糊糊中听到有人敲门，准确地说是砸门。苏沁，你在里边吗？回答我，再不回答我就敲门了。苏沁，我打开门，门外的傅怀安一脸焦急，抿着唇，直直盯着我。傅总，有什么事？我冷淡地开口。姐姐，她的声音有些阴哑，我的心竟有一丝抽痛。你打扰我休息了，如果没什么事，请回吧。哦，对了，辞呈我明早交给人事。我毫不犹豫地关门，没料想他将胳膊伸进来，被我的门夹住。他疼得嘶一声，可怜兮兮地望向我。姐姐，我狠心地用力关，他却不往回收，只是红着眼眶问为什么。我不想理他，看他没有退缩的意思，干脆转身往里走。你喜欢被门夹，就站在那吧。我进了卧室，锁上门。过了会儿，传来入户门关上的声音。我以为他走了，眼泪又不争气地往外涌。没想到他敲了敲卧室门，声音落寞地对我说：姐姐，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我从昨晚就没有睡好，盼着早点回来见到你。我以为你迟到了，在机场等了你2个小时。你把我微信拉黑了，我不知道我哪里做错了。你告诉我我哪里做错了，叫我死个明白。苏沁，你说话呀。
你这样我好难受。我抹了把眼泪，忍住哭腔朝他吼，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捉弄我，但是我告诉你，我不是你无聊时候的玩物。我苏沁虽然平凡，却也有自己的尊严。他拍了拍门，声音贴到了门板上，你在说什么？什么捉弄？什么玩物？苏沁，我听不懂。都已经到这个地步了，还有必要演下去吗？傅怀安，我看到你跟机场那个女孩勾肩搭背了，我委屈的几度哽咽。门外一时安静，看，没话可说了吧？苏沁，机场那个女孩，那是我妹妹。哼，好土的措辞，我是不是该问一句，你到底有多少好妹妹？我冷哼一声，真的，她是我一母同胞的妹妹，我俩是龙凤胎。事已至此，还在解释，还一母同胞的妹妹？什么？一母同胞的妹妹？我一口气插在嗓子里，呛出更多眼泪。那不是他的女朋友，是他的妹妹，怪不得看起来那么登对。我眨巴着眼，脑袋有点晕。我是吃了人家亲妹妹的醋，在这耍脾气吗？我低头看了眼被我哭湿的枕头，它就像被小狗尿湿了一样，滑稽可笑，而我刚才还觉得它凄凉无比。苏沁，你在听吗？傅怀安又在门外喊。苏沁，我听着呢，我没好气地回他，然后将脸蒙到被子里，丢死人了。他低低地笑出声，误会解除了，给我开门吧。不开。为什么？他不解地问。我走到门前，瓮声瓮气地说，我现在好丑，眼睛都哭肿了。他又笑出声，你什么样子我都喜欢。姐姐，给我开门，我想你。他的声音低沉好听，令人心颤。挣扎了许久，我还是将门拉开，因为我也想他了。傅怀安偏着头看我，嘴角笑容清浅。我扭捏地绞着手，猝不及防被他双手攥住，瞪大眼睛看向他。他拉着我的手放到胸口，略一用力，我贴到他身上。他的心跳，还有我的心跳，都好快。他咬着我的耳朵说，姐姐，我被你吓坏了，你要补偿我。我懵懵懂懂地开口，怎么补偿啊？他微转下巴，将侧脸留给我。啊，是要我吻他吗？从来没有过的体验，从来没有过的悸动。我慢慢地踮起脚尖，唇将要碰到他，他却忽然将脸转过来，一口攫住我的唇。初吻，要我吻你才好，他含混不清地说。大脑被炸成了浆糊，完全失去了思考能力，被动地承受傅怀安带来的一切。身体被吻得发软，傅怀安好笑地抱着我坐到沙发上，俯下身继续吻。他来的时候暮色初降，他走的时候天已经黑透。关上门，我看着镜子里面含春色的自己，摸着微肿的嘴唇，傻笑个不停。衣服被蹂躏得皱皱巴巴，纽扣却都好好的扣着。想起傅怀安动情又克制的模样，心里又痒又暖。你走了吧？我躺在床上，踢痛着小腿给他发消息。走了。那路上注意安全。姐姐，我后悔了。他忽然转移话题。后悔跟我确认心意吗？我心里一沉。后悔什么？我犹疑地问。后悔走了，还想亲你。手机吧唧落到脸上，砸到我刺出的门牙上，疼得我眼泪迸出，嘴巴却乐得合不上。第二天是周六，我还没起床，门铃响起。傅怀安拎着早餐站在门外。你怎么这么早？我打着哈欠问。我昨天不是说了吗？他侧身进来。什么？我疑惑地问。他一把搂住我的腰，嘴唇凑过来。昨天没亲够，今天还要。大早上就这么聊，姐姐年纪大了，受不了啊。腻腻歪歪了好半天，终于可以坐下吃早饭了。原来接吻这么消耗体力，真是个新发现。我俩正有说有笑的吃饭，傅怀安的手机响起，备注妈妈打来视频，嘴角的笑僵在脸上。傅怀安的妈妈最近满脑子都是甜豆豆，
把傅怀安妈妈给忘了。我的抽屉里还有他给的卡，早就想找机会还给他，却总是忘记。这把完了。傅怀安想都没想就按了接听。妈，他乖巧地喊：安安，一大早就不见你人影，你去哪了？我出来。傅怀安笑着看我，我惊恐地朝他摇头摆手，不要啊。傅怀安笑得露出洁白的牙齿，安慰地攥住我的手，对他妈妈说：你自己看。手机屏幕一转，就是这么突然，我跟他妈妈四目相对。阿姨惊讶地看着我，气氛一下凝滞，我笑得比哭还难看。阿姨，苏沁，阿姨真是好记性，还记得我名字。你们认识？傅怀安惊讶地问。这真是一言难尽。我的爱情才刚刚萌芽呀，就要被扼杀了吗？都怪我贪财呀！可是我现在更好色了，还有没有救啊？阿姨，是我明天就把卡还给您。不，今天就还给您。我焦急地说。哦，你说卡呀？阿姨诡异地笑了。我忘了跟你说密码，你怎么也不问呢？啊，我说怎么感觉差点事呢？原来是忘了要密码，我连这张卡里是不是真的有200万都不知道呢。这么想，我好冤啊。什么卡？傅怀安更疑惑了。我看你小子一直暗恋人家姑娘，却迟迟不主动，看得我都着急，就替你把财政大权提前交给苏沁了。阿姨笑盈盈地说。怎么回事？阿姨不是来拆散我们的吗？她不是恶婆婆吗？妈，你怎么知道我一直喜欢苏沁？傅怀安问。我一直让你去相亲你不去，我着急呀，就让你妹妹偷看了你的日记，查了你的手机。对面的阿姨笑得奸诈。妈，傅怀安有些急，你们怎么能不经过我同意看我隐私呢？我都说了是偷看，偷看还要经过你同意吗？阿姨翻了个白眼。傅怀安无语地叹口气，敷衍地介绍：妈，这是苏沁，我女朋友，将来的老婆。苏沁，这是我妈，你婆婆。好了，你们已经认识了，我挂了，别的等我回去细说。战战兢兢地坦白完，我捏着银行卡畏畏缩缩地站着。傅怀安坐在沙发上，周身森寒，恢复了在公司的王者气势，睥睨着我。苏沁，你就为了区区200万把我微信删了？区区200万？我兢兢业业工作3年，才攒了不到20万，万恶的资本主义。那时候我跟你还不熟，有钱不拿，那不是傻吗？我嗫嚅道。现在呢？我妈要是真想拆散我们，给你200万，你是不是还要跟我一刀两断？怎么会？给我2000万，我也舍不得你。我舔着脸上前。真的？傅怀安面色稍缓。我拼命地点头。除了傅怀安，我上哪还能找到这种又狼又奶的弟弟呀？卡还你。我虔诚地弯下腰。傅怀安伸出手，将要碰到卡的时候，却捏住我的指尖，一用力将我带到他的腿上。我吓得搂住他的脖子，他得逞地笑，既然已经给你了，哪有要回来的道理？密码是我的生日，里边可不止200万，以后交给你保管了。我吓得哆嗦，拒不接受，我不要。当时你妈拿卡砸我，我觉得有意思才接的，不是真的想要。咱俩才刚在一起，以后还不知道怎么样呢，我可不拿你的卡。傅怀安眸色变冷，手指捏起我下巴，咬着牙说：苏沁，你什么意思？你没准备跟我结婚？我们昨天才确定关系，现在就谈结婚，是不是有点早了？我小声说。拿上你的户口本，我们现在就去登记。傅怀安就要把我放下站起身。今天是周六，民政局不上班，我拉拉他的衣襟。他恨恨地看着我，那就周一早去。你说的是气话吧？我小心地询问。你觉得我像是说气话吗？你还这么年轻，怎么就要结婚了？不想跟你结婚，我干嘛不动你？给别的男人留着吗？整个周末，傅怀安的情绪看起来都不太对，时不时看我，像有话说，
却欲言又止，还时不时叹气。周一早上，他早早就来了，大拉拉坐在沙发上，将户口本摆在桌上。你洗漱完，我们出发去民政局。你来真的？我吃惊地问。你以为我在跟你开玩笑？于是我又请了半天假，把证扯了。回到单位，老张唏嘘不已，我以为你是去约会，没想到你是去领证，还一下子成了我的老板娘。嘿嘿，我自己也没想到。跟傅怀安结婚这事，我本来不想招摇的，奈何傅怀安不肯。他拎着喜糖把我送回办公室，还在公司群里发公告，过几天要去度蜜月，公司事务暂由副总经理代理。于是全公司的人都知道傅怀安这朵高岭之花被公司一个小职员给踩了，女同事们纷纷流下惋叹的泪水。其实那天领完证，傅怀安轻轻捏着我的手要回家的，满眼的小心思像字幕一样清晰，但我义正言辞拒绝了他。不行，我要为公司鞠躬尽瘁。以前也没见你上班这么积极，他咬着牙说。给老板打工跟给自己打工，那能一样吗？好吧，我下班来接你，他无奈地说。傅怀安说他下班来接我，结果一下午往我们科室溜达了好几圈，几次站在桌前看我，我都忙于工作，无暇理他。4点多又来的时候，老张看不下去了，小苏啊，你一下午把这周的工作量都快完成了，副总估计找你有正事，你提前走一会儿吧。我抬起头，不舍得答应，跟在傅怀安的身后往外走。刚走出办公室，他就大拉拉牵起我的手，堂而皇之的在公司走。我哪经历过这个，脸红的跟着他。到了地下车库，傅怀安把我塞进车，给我系好安全带，踩上了驾驶位。一路上他好像都不太开心，也不说话，车里气氛有些压抑。我们才领证第1天，他就不愿意搭理我了。他不会后悔跟我领证了吧？我抠着手，也不敢问。车子停在车库，他一个人走在前面，我默默跟着他上楼。结果刚一进门，傅怀安就把我抵在门板上，他身上特有的清冽气息扑面而来，唇上带了力度，惩罚性地咬着我的。你怎么了？我难耐地开口。他将脸埋进我的脖颈，幽怨地说，姐姐，我一下午都像个怨妇一样，你好狠心。我只是觉得进展太快，还不太适应。他一把抱起我往卧室走，我们还可以更快。番外，傅怀安。5年前我考上大学，家里要派专车送我，可我想自己安排，我买了最便宜的船票。但我高估了自己，那晚我晕船晕得厉害。我上到甲板上，想吹吹风缓解一下。我在甲板上看到一个女孩抱着包，戴着耳机，边啃苹果边看着手机里的韩剧傻笑，看起来很蠢的样子。我还是难受，就蹲在船舷边。那个女孩走过来问我怎么了，我不想跟她说话，瞥了她一眼，转头看向一边。晕船了吗？女孩好奇地问，绕到我前面，一眨一眨地看着我。我还没回答，她已经性子牵起我的手腕，嘴里念念叨叨，晕船不要到甲板上来啊，上边晃得更厉害的。角速度相同的情况下，半径越大，线速度越大。高中物理学过吗？我想把手抽回来，奈何船颠簸了一下，他抓得更紧了。因着家世跟外貌，我遭受过很多女孩表白，但是像她这样直接牵手的，还是第一次遇见。我有些无语，但又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就跟着他下到大厅里。来这里颠簸没那么厉害，还能吹到海风。他拍拍座位，我别扭地跟着他坐下。他把另一只手上的苹果咬到嘴里，伸手在包里摸了半天，摸出另一个红苹果。给，吃一个胃里能舒服很多。我不接，他直接对到我嘴边，不吃的话闻一闻也行，我不骗你。船又颠了一下，苹果直接杵到了我鼻梁上。他讪笑着开口，不好意思啊。想想他也是好意，
我便礼貌地接过苹果。没关系。说实话，刚才苹果靠近鼻子的瞬间，清香的味道的确让我舒服了一些。你要不要看韩剧？分散下注意力。我刚想摇头，他已经把一只耳机塞到我耳朵里。好吧，闲着也是闲着。笑出助教这个词儿，以前只听过没见过，今天算是见到了。女孩笑得放肆张扬，毫无形象。或许看她的样子，她不是觊觎我的美貌。我放下心来，不过感到自尊心受到了一点点伤害。女孩的手机没电关机了，她打着哈欠说，太困了，我要回船舱睡觉了，拜拜。拜拜。我回道。我看着她的背影，发现她的包上绣着 N 大的校徽，她也是大的。我很想叫住她问问她是哪个院系的，但看她困得迷迷糊糊的样子，又缩回手。后来我一直为当时的怯懦后悔，我以为在一个学校上学总会遇到的，到时候再说谢谢就好了。没想到在见到她的时候，我要离开 N 大了。大二快结束的时候，爸爸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家里考虑让我提前接班。我学的是自己喜欢的建筑专业，本想毕业以后进公司再慢慢跟爸爸学经营公司，但我知道自己身上背负的责任，身为长子，我还有妈妈跟妹妹要照顾，所以我提交了退学申请，准备去国外跟叔叔学管理。那段时间真的很难受，要离开自己喜欢的学校，放弃喜欢的专业，心里很压抑。离开的前一天晚上，我在 N 大的校园里最后逛一逛，走到音乐喷泉旁，看到有一圈人围在那里，原来是有人在向心爱的女孩告白。我好奇地走近，看到摆出的玫瑰蜡烛心形，心情被幸福的气氛感染。苏沁，你愿意做我的女朋友吗？男生举着一大束玫瑰朝女孩喊。我顺着男孩的目光看去，发现那个被告白的女孩就是我这2年一直在寻觅的女孩。原来她叫苏沁，正一脸震惊地看着男孩。将要离开才能相见，看来我俩缘分有点浅。而我恰好碰到她被告白的场景，无奈地笑笑。女孩兴许是害羞，声音有点小，被音乐跟喷泉的声音盖住。苏沁，大点声告诉我好吗？男孩激动地看着她，两眼放光。周围的人也都一脸期待地看向他。毕竟大学里这种浪漫的告白基本都是圆满结局的。女孩深吸一口气，脸憋得通红，扯着嗓子喊，我说我不愿意。男孩的势在必得跟女孩的断然拒绝形成一种巨大的滑稽的反差，现场一时安静，又爆发出轰然大笑。我也忍不住笑起来，心里盘踞的阴霾似乎褪去不少。苏沁气急败坏地从人群中挤出来，一边走一边嘟囔，我还以为什么大事，太耽误我追剧了。我将那一夜的苏沁画出来，夹在我的日记里，带出了国。每当觉得压力大的时候，总喜欢拿出来看，看着看着就想笑。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女孩？憨厚、耿直、简单直接。知道了她的名字，我打听到她的手机号，却一直没有拨出。拨出以后说什么呢？她应该早就把我忘记了吧。后来我试探着用手机号加她好友。苏沁是苹果宝贝，连微信昵称都这么直接，我似乎听到她咔嚓咔嚓啃苹果的声音。真是一个自带喜感的女孩。所幸她心很大，好友加上以后也没有问我是谁，我就一直偷偷窥探着她的朋友圈。有的人就是有这种力量，仅仅是看她的文字也会忍不住笑出声，觉得一天都精神饱满。后来我回国接管公司，令我惊讶的是，她竟然在我家的公司上班。原来她没有留在大学的城市。我借工作机会，假装无意地向吴经理打听她，你们部门有个叫苏沁的员工，工作怎么样？我冷着声问。吴经理以为我抽查员工，非常谨慎地斟酌字词。苏沁名牌大学毕业，好像是为了就近照顾父母，
所以回来就业。工作非常认真，经常有些好点子，就是目前的工作量对于他来说可能略显轻松。我蹙眉，那为什么不升职换岗？我提过，可是他们科长不舍得放，小姑娘性格好，招人稀罕。吴经理说着说着露出姨母笑。那他自己呢？就没提出不满？那倒没有。苏沁这孩子吧，有点佛，吴经理隐晦地说。佛这个词确实很适合他。也好，能一直无忧无虑的生活，比绝大多数人都了不起，不是吗？经历过父亲的病退，我深知想要保持快乐是多么不易。也不知道出于什么心态，我将苏沁的履历加到了日记里，好像这样做我们两个就能更熟悉一样。后来在公司遇到苏沁，她总是笑嘻嘻的，有时可能想到开心的事情还会捂着嘴笑出声。她怎么有这么多开心的事情呀？而我每天被繁重的工作推着走，真想像她一样快乐。我正正衣襟，故意迎面向她走去，可是她竟然低着头拐到茶水间去了，好几次都是如此。或许她不喜欢看到我吧，可能我平日太严肃了，不是她感兴趣的类型。明明想靠她近一点，却又怕打扰到她。外人估计很难想象，作为一家上市公司的总裁，面对苏沁，我竟如此胆怯。父亲的身体时好时坏，母亲想让我早点结婚。母亲说给我听的时候，我的头脑中霎时闪过苏沁的笑脸。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有这种想法。我拒绝了母亲安排的相亲，只说不急。我还是有事没事的翻看苏沁的朋友圈，看她搞怪的日常。可是那天刚从繁忙的工作中抽出身，习惯性的打开微信，我却找不到苏沁了。她竟然把我删了，心头突然一慌。我忘了顾忌，直接去找了苏沁，问她为什么把我删了，一下子把她问懵了。我意识到自己的冲动，不过又一想，何不将错就错，也许会有好的结果呢。我向她表明了心意，给她送了玫瑰，但她拒绝了我，也算意料之中吧。我打算徐徐图之，没想到她胃疼晕在办公室。我慌忙赶到医院，见她一个人闭着眼睛坐在那里，一只手挂着吊瓶，一只手捂着胃，额头上冒着冷汗，疼得龇牙咧嘴。见有人站在她面前，苏沁咬咬牙，硬凹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我的心一下子破防，原来这个爱笑的女孩有时候也在偷偷忍着疼痛笑对生活啊。为什么不照顾好自己？我忍不住心疼地问。没想到她委屈地哭出来。那一刻我真想抱抱她，可我知道她会拒绝。而此刻看着身边安静的睡颜，我还有种不真实的感觉。我真的把苏沁娶回家了。我摸摸她的脸颊，俯身叫她姐姐，起来吃点东西再睡。她吧唧了下嘴，翻了个身，含糊的呢喃，我还要睡会儿。我禁不住笑，真是个小懒猪。我放下手里的饭菜，掀开被子，躺到她身边，将她抱在怀里。番外，苏沁。傅怀安让我选度蜜月的地方，我研究了好几天，做了完备的攻略。他拿着我的攻略开玩笑说，像篇小论文。可是今天已经是来这里的第3天了，我还没出过这座别墅的大门。早知如此，何必浪费来回机票呢？唉，姐姐，他又在我耳边吹气。我心中警铃大作，装作没醒，向里翻了个身。床被压陷了一些，傅怀安上了床。我想逃，没想到这次他只是将我圈在怀里，下巴搁在我头顶，舒服地说了句：睡吧。